每日凌晨4點，張學勝都會準時出現喺自己嘅加工廠門口，等埋約好嘅伙計送貨過嚟。好了，好，过来买。今天的猪肉新不新鲜啊？刚杀好，你说新鲜不新鲜啊？是啊，是很热啊，很热啊。溫熱嘅豬肉預示住新鮮，亦都係張學勝呢一日嘅開始。这个猪肉刚刚宰下来的，它有一定的温度。现在把它呢分锅切好了，到時候那個薑才起焦。豬肉切塊充分冷卻，攪碎摔打至起膠備用。呢個係釀豬皮嘅一種原料，而另一種原料豬皮處理起身就非常之繁瑣，哪怕係張學勝呢一種老師傅，都唔可以有絲毫馬虎。就把它煮熟，不煮熟了，到时候让猪皮是很麻烦的，这是关键的一步啊。不停的翻，它煮的那个就均匀哦。现在就煮好了。煮好的颜色是透明剔透的，很亮的，很漂亮的。現在就過冷河，熱嘅食材趁熱迅速置入冷水，以獲得爽脆嘅口感。我哋叫佢做過冷河。煮熟嘅豬皮過完冷河，張學勝開始剔除豬皮上所附帶嘅肉同油。一點都不能有油的，搞得越乾淨就越漂亮的，越好的。張學勝做釀豬皮之前，做過好多行業，批發水果啦、搬運工啦、包工頭、開摩托車拉客。1996年返老家做釀豬皮開湯粉店，經過30年嘅努力，如今全國有近100家湯粉店，每年要用掉200萬斤佢做嘅釀豬皮。熟豬皮刮乾淨晒啲油，晾晒係必不可少嘅步驟。這個豬皮一定要曬得乾，要曬5天到6天時間。晒得像这样，你看它透明的、铁亮的，熬下会断的，这生意的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就用砂纸的爆下、炒下了，炒到它大冒烟，倒点把油下去，增加它砂纸的温度啊。下去马上就冒烟了，好吧？这个放猪皮了，火大点，火放猛一点。来了，來啦！乾透嘅豬皮經過高溫砂嘅烘烤，迅速咁蓬鬆膨脹，變得金黃鬆脆。等到好似金咁樣嘅豬皮亮透，張學勝將佢放入水，開始清洗。豬皮是在太陽底下曬的嘛，有點雜質啊、灰塵啊。第一個把它洗掉，第二個呢就把那個油去乾淨。現在豬皮去了油醃一下就很白了，很乾淨了。
洗好嘅豬皮晾乾，鋪底，放入打好起膠嘅玉米，再放一層豬皮做面。呢個就係釀嘅手法。要蒸20分鐘就可以啦。蒸熟嘅釀豬皮，兩層金色夾住玉米，好似金咁鑲喺肉嘅表面。金鑲肉恰如其名。鍋入邊放啲黃油，放入少少嘅金鑲肉，煎至焦香撲鼻，三兩知己，下酒坐茶，其樂無窮。金鑲肉切薄片，黃豆芽同薑同炒去除腥味。軟身之後放入水煲20分鐘，等到豆瓣出味，加入金鑲肉，煮到佢發脹。植物蛋白同膠原蛋白共冶一爐，凸顯客家人關於食嘅智慧。黃豆芽炆至金鑲肉，口味清淡又營養豐富。豆芽嘅爽口又有淡淡嘅肉味，反比金鑲肉更受歡迎。利用常人捨棄嘅豬皮製作而成嘅金鑲肉，蒸煮煎炸樣樣適宜，既豐富咗餐台，又將客家人對美食嘅不懈追求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加拿大回来专门来吃米粉，就是老桂林嘛。好嘞，给2万个。这么多年，这个老店的价格都还没变。好，生意好啊！哎呀，这10几年了，这个店的味道还是那个样子，桂林米粉的爽滑，非常舒服，感覺非常好。據說喺秦時已經有米粉，經歷2000年，桂林人最中意食嘅永遠係一碗鮮參米粉。但係鮮參米粉含水量大，容易變質，好難保存，所以當地有老鄉不出20里嘅講法。曾經係銀行高管嘅岑光燦就想要打破呢個魔咒。做桂林米粉，我想要當地產的一種原料，現在我們就下去找。今年谷子好飽滿，這是做米粉的好料子。是吧？像你這是1畝地打得好多谷子啊，真的。品種好的可以打1000多。蠻好，今年的谷子你看。今年算豐收在望了。將稻米變成米粉，要經過發酵、製絲、冷卻等17道工序。岑光燦採用嘅就係呢一種傳統嘅方法。做米粉的第一步，我們要浸米，讓大米充分的發酵。發酵的時間呢，最起碼要24小時以上。有股淡淡的酸香味，我們就可以做米粉了。岑光燦1996年落戶廣州，喺走訪咗好多個米粉店之後，發現市場上好難揾到鮮參米粉嘅蹤影，於是佢就有咗一個令到廣州都有鮮參米粉嘅念頭。發酵好嘅米粉必須要現場磨漿。現磨的米漿做出來的米粉呢，它的吸味功能會更好。像我們蒸皮呢，看到表面出現了氣泡，氣泡小了的話呢，粉皮就厚了；氣泡大的話呢，那粉皮就薄了。
新鮮嘅米粉潔白晶瑩，散發出淡淡嘅米香。桂林米粉地道嘅食法莫過於滷四樣，其中鑊燒滷菜粉係最常見嘅。而鑊燒從選材開始就好講究，稍有不慎就會前功盡棄。鍋燒的原料主要是來自豬的那個下巴肉。煮肉主要是把那個肉皮啊，給它煮軟了。這個時間呢，大約要半個小時。煮泡的時候，這個肉就做好了。要讓它的皮呢密密的扎上小孔，給它更好的把那個油走掉。有的醋呢要浸的時間長一點，好的醋呢它就會浸得短一點。炸鍋燒呢一定要冷油下去，如果熱油呢，裡邊的那油脂走不進，這個鍋燒呢就太膩，並且不會脆。炸好嘅鑊燒金黃酥脆，肥而不膩。一碗傳統嘅桂林滷菜米粉有3要素：米粉係根本，滷水係魂魄，滷菜則係錦上添花嘅效果。有近20種配料，新鮮嘅牛肉、牛肚等慢火熬製近8個鐘，中得黑中透亮嘅滷汁。米粉入鑊開水烚燙30秒，配翻啲滷菜，淋上滷汁，桂林滷菜粉新鮮出爐，味食已經係香味4溢。米粉嘅爽滑，鑊燒嘅香脆，滷菜嘅香糯，滷汁嘅鹹鮮，齊聚於一碗米粉。喺桂林米粉嘅滷四樣入邊，最精緻嘅食法係臘馬肉米粉。新鮮嘅馬肉，撒鹽攪拌醃製1日，上架陰涼通風嗰度風乾，煮熟備用。馬骨攞嚟熬湯，肉爛湯濃嘅時候，米粉入湯烚燙半分鐘，小盞盛放。臘馬肉切片，配上香酥嘅炸黃豆，最後淋上馬棍濃湯，色香味俱全嘅馬肉米粉，令人垂涎欲滴。食馬肉米粉必須要揾個粉頭，一吸吸到底，啜落去有聲。臘馬肉入口細細咀嚼，越嚼越香。最後飲完濃濃嘅馬骨湯，咁先算功德圓滿。桂林米粉呢一種具有濃郁特色嘅地方小吃，個碗雖然好細，但係包容萬千。正如桂林呢一座城市，海納八方嘅性格令人稱道。喺曾經以東江菜聞名嘅惠州，有一種小食經歷咗幾百年嘅磨礪，仍然喺街頭同餐台上流轉。阿麻叫做法簡單，卻係惠州人世世代代嘅記憶。李正旭係惠州市職業技術學院嘅一名老師，佢對東江菜嘅各種小吃情有獨鍾。也拜訪了很多老師傅，很多東江的傳統小吃啊，包括像阿麻教，大家想不想學啊？阿麻教是要電子，那個拉開來，得不要是讓它一團一團的啊。OK，拿一條來試下那個味道。李正旭曾經喺酒店做過廚師，轉行做老師只係最近幾年嘅事。曾經輝煌嘅東江菜，到如今已經沒落，甚至失傳。喺授課之餘，
李正旭到處走訪同收集資料，希望可以將原來比較著名嘅一啲小吃得以還原。我覺得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不能就這樣丟失了，所以我就想方設法去找咯。民族專家林惠文成為李正旭嘅第一個老師。阿馬教，能夠在惠州流傳幾百年，它有什麼一些原因嗎？阿馬教使用的材料，那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非常廣泛使用的，所以老百姓對這樣的小吃非常有記憶，非常有一種吸引力。除咗民族專家，李正旭仲專程同一啲嘅老師傅學習傳統小吃阿麻叫嘅製作過程。把這個蘿蔔炒起，就這樣嘅就可以。就這樣子。把這個鹽啦、糖放了就這個水就全部的就出來了，然後就這個5熟穩。要醃多長時間？這個？不要，大概是20分鐘。只要把這個東西放到那個油裏，6分鐘就可以了。2分鐘就可以了，2分鐘就可以了。這樣子的作用是什麼？它就不會粘住嗎？對。用把這個蘿蔔絲裝到這裡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薑不要太多哈，就表面有一層，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。這個要炸多久啊？大概是要3分鐘就可以了。3分鐘？3分鐘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來試一下。扁一點，慢一點。對。真的可以了哈，可以。做好嘅阿麻叫外表金黃鬆脆，入邊鬆軟，蘿蔔絲同蝦仁嘅香味被鎖咗入去。咬開嗰一刻，落一響，酥脆滿口，香甜撲鼻。細個嘅記憶亦都隨住嗰一口喺腦海當中流淌。阿麻叫做法簡單易學，李正旭仲會做另外一道東江菜系著名嘅小吃雞油湯圓。雞油湯圓嘅做法幾乎失傳，要做好湯圓必須要有好嘅雞油。山林幽靜，正係養雞嘅好去處。李正旭做雞油湯圓，想用嘅正係呢一度出產嘅醃雞。這兩塊油它是比較完整的取出來啊。如果說這個雞是餵養穀物的，它的顏色呢是呈一種乳白色；或者說是餵養飼料的，它的這個油的顏色會比較偏黃。雞油攞出嚟之後先煮熟，再用白糖醃製。這個雞油是拿來做餡料的，所以要用的白糖的量要比較偏大，大概醃製1個星期左右，把它醃製到它透明為止。醃透以後，吃起來就不會那麼的油膩了。醃製咗1個星期嘅雞油，白糖同脂肪相互作用，雞油嘅邊緣變得透明。呢個時候可以用嚟做醃餡料嘅湯圓。用雞油包湯圓嘅呢種食法喺惠州已經有幾百年嘅歷史，而家幾乎係失傳嘅邊緣。李正旭亦都喺走訪過程當中同老師傅學到咗手藝。我希望呢能夠有更多的人也學會來做這樣的一道經典的小吃，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夠品味到這樣的一款東江的經典的傳統小吃。隨住水分嘅蒸發，湯汁越嚟越濃，湯圓亦都因為煮熟而膨脹。煮至這個糖漿往下流不斷的時候，這個湯丸基本上煮好了。還有其次就看到這個色澤，看起來整體是呈金黃色。煮好嘅湯圓好似個網球咁大，色澤金黃，甜香撲鼻。誘人嘅甜味正不停咁撩撥住你嘅味蕾。
今日李正旭邀約咗幾位專家，要俾佢哋嘗試一下自己學習做嘅雞油湯圓係咪成功。东江傳統的雞油湯丸，請各位專家品鑑一下。這是惠州以前的老味道。我小時候吃過，好像雖然說是湯丸這麼簡單啊，但是已經失傳好久。甜甜的，一點都不膩。好奇怪的。唯一的不足，我就覺得是製作工藝啊，它流程比較長一點，人工多，那麼它的成本高，那它賣的價錢也就應該高，但是市場不一定接受。試驗成功，呢個令到李正旭感到滿心歡喜。雖然話普及呢一款小吃嘅道路仲好漫長，但係失傳嘅手藝總算係重回人間啦。8月，金魚期滿，陽江海陵島亦都隨住漁船一齊蘇醒。海陵島係廣東省第4大海島，憑住得天獨厚嘅地理條件，旅遊同漁業得到迅速發展。豐富嘅漁業資源，令到以魚為原料嘅食法長久咁保存落嚟。一般都很喜歡吃㗎，這個魚沒加粉㗎。全部都是魚肉啊，買嚟打湯啊、打饃饃啊，都好好吃啊。有時啊，鬆肉咪賣幾百斤。海陵島嘅居民以漁民為主，飲食當中嘅魚同魚肉製品必不可少。魚麵、魚丸、魚腐等等，用魚味所製作嘅產品大受歡迎。特別係魚麵同魚腐，更加具有近1000年嘅歷史。馮時蘇經營住島上嘅一家食品廠，今日專程嚟到近海養殖嘅魚排上尋找一種原料。嗰啲咩北法魚，嗱啲馬膠魚一般都係嗱啲威蒙鮮啊，攞嚟帶圖做呢個。一般就係啲碼頭賣。馬鮫魚因為其色白如銀，銀膚燕美，味甜無倫，既有美貌嘅外表，亦都同時具有美妙嘅味道，所以受到廣大食客嘅追捧。8月開漁期之後，每日天都仲未光，喧鬧嘅漁港就開啟咗一日嘅序幕。馮時蘇趁住早市新鮮，過嚟購買貨物。我們海陵頭糟粕碼頭，每天5點到8點就非常熱鬧的。馬鮫幾斤？16蚊，有幾百斤啊！這個便宜一點的買完這個嘛，14個全部賣給你。馬鮫魚刺少肉多，富含脂肪，唔可以放得耐，需要盡快處理。馮時蘇先去除咗魚皮同埋骨頭，剩翻啲魚肉。這個魚其實也1年4季都有，但是到了下半年9月份以後，它就比較大量。由於是今秋天跟冬天，它的魚比較肥美啊，比較鮮嫩的。如果新鮮肉都是這樣子的，一塊一塊這個肉，如果不新鮮，它會糊的。那魚皮在裡面不能夠凝膠的。我們摔了這整一塊啊，跌不下去就差不多了。經過捶打嘅魚肉起膠凝結成一團，即為魚糜。馮時蘇賣過豬肉，亦都曾經同親戚做過外貿生意。憑住豐富嘅漁業資源，佢自己開廠做魚糜製品，推銷當地傳統嘅小吃魚麵、魚腐等等。
做好嘅魚麵經過定型冷卻，既保留咗魚肉嘅鮮甜，又可以保持彈性。清水煮開，放入肉絲同魚麵，煮熟即成著名嘅小吃陽光魚麵。魚麵營養豐富，彈性嘅麵入邊有魚肉嘅香甜味。魚麵仲可以搭配胡蘿蔔同椰菜炒製，成為飯台上一道色香味俱全嘅佳肴。魚味成盤入鑊蒸15分鐘，熟透之後切成厚片，就係我哋經常講嘅海靈魚腐。魚腐成塊放入油鑊，煎至兩面金黃，焦香撲鼻，彈力十足。切小片裝盤，係有人聚舊、烹茶傾偈嘅好點心。喺魚味產品當中，馮氏叔最滿意嘅係金沙魚豆腐。現在做金沙魚豆腐，這是第一步定型。一粒粒嘅魚米喺油溫嘅呵護之下，體型變得越發肥脹，好似個網球咁。當表面金黃嘅時候，撈起瀝乾。呢個時候溫度下降，網球表面縮埋，出現咗皺褶，好似披上一件金色嘅紗衣，因此我哋稱佢為金沙魚豆腐。金沙魚豆腐同新鮮嘅菇滾搭配最為相宜。先用瓦煲將菇滾煮熟，放入魚腐煲至滾開，加啲配料，成為金沙魚腐雜菌煲。菇菌同魚腐嘅味道並唔混雜，保持原味嘅基礎上，仲可以相互激發，清淡而素雅。魚米製作嘅成分，原來係漁民犒賞自己嘅小吃，到而家被搬上餐台，成為遊人嘗鮮嘅菜肴。鹽係人類不可或缺嘅調味品。世界上有多種多樣嘅鹽，賦予食物唔同嘅風味同特性。用喺各式菜肴嘅烹調上，亦都會有唔同嘅效果。喺廣東，本地自產嘅鹽大多數嚟自海洋嘅饋贈。瓊州海峽同北部灣交匯嘅地方，一角沙灘前身入海，呢個就係大陸最南端徐聞登樓角。海底之下係目前中國面積最大、保存最完好嘅珊瑚礁保護區。漲潮嘅時候，純淨嘅海水通過隻熱綿長嘅沙灘湧入內陸，海水濃度提高，令到呢一帶成為天賜嘅好鹽場。廣東鹽業徐聞鹽場就係咁樣奠定咗本省4大鹽場之一嘅地位。我的父親，他就說我的工作你不來停，誰來停？我是第4代的嘛，我爸是第3代嘛。鄧蘭雄18歲就開始做鹽工，一眨眼過咗36年，佢成為呢一片鹽場嘅曬白。海鹽生產嘅質量同數量，除咗睇天，就要睇曬白嘅功夫。特別係控制滷水濃度，太低產唔到鹽，太高又容易帶雜質入去。8月嘅徐聞連續落雨，鹽場俾大片黑色薄膜覆蓋住，為咗防雨。第2日，趁住冇落雨，鄧蘭雄即刻帶住鹽工搶收海鹽。
收盐的时间是看盐多少，一般我们都是在凌晨2点做到早上9点，时间比较长。鹽工排鹽遵守2個字：慢、柔。過於頻繁咁攪動，會令到結晶池裏邊嘅滷水變得好渾濁，影響鹽嘅質量。9點後呢，那太陽比較好，蒸發量高嘛。如果你不在這個時候的把那鹽收完呢，它重進度不是那麼好嘛，就影響到那生產質量。太陽漸漸升高，大家加快咗速度。鄧蘭雄將地下嘅鹽堆鏟到乾乾淨淨，呢個係佢嘅習慣，因為知道鹽來之不易。海水漲潮湧入蒸發區，通過納潮、製滷、結晶等工序，每年超過5萬噸嘅天然生態海鹽從呢一度產出。鄧蘭雄嘅太太梁小娜鍾意用海鹽做醃製品。趁住天氣好，佢而家醃緊芥菜同蘿蔔啊！我們的鹽都是海水曬的，沒有什麼雜質，吃了很健康的。3個星期之後，呢啲當地經常見到嘅醃菜就可以食得啦。炎熱嘅氣候令到當地人創造咗一種更得意嘅食法——醃西瓜。先將西瓜去皮，再用細海鹽捽勻全身。細鹽進它那身體裡面就快一點。你看，一搞上去就變色了。海鹽滲入西瓜裏邊，令到平時食之無味嘅瓜皮脫水變脆。同果肉混合，酸甜可口，鹹中帶鮮。海邊嘅人做醃製品，又點可以冇咗魚呢？鄧蘭雄買咗當地常見嘅金槍魚，清理乾淨。撒啲粗海鹽，再醃製2個鐘頭就可以攞出去晾曬啦。今日個女要返嚟，梁小娜準備要做多幾味餸。當地人做魚湯，鍾意落啲粗海鹽，令到湯更加鮮甜。蘿蔔潤燒解咗五花肉嘅肥膩，爽脆可口。醃西瓜同魚乾嘅搭配，產生咗奇妙嘅口感。海鹽比一般嘅鹽口感更加柔和，帶住特有嘅礦物質同埋海水嘅鹹鮮味，回味當中仲有一絲甘甜。喺南方係鹽、小鹽、豬骨頭等等鮮嘅，加牛鹽比較好嘅。好似鄧蘭雄咁樣，幾代人從事鹽業嘅家族已經好少。雷州半島生產咗全省超過70%嘅海鹽。隨住時代變遷，古老嘅徐聞鹽場亦都融入咗機械化、現代化生產。不變嘅係海鹽嘅味道純正如初，陪伴住我哋。潮汕地區美食眾多，並且極具當地特色。
而普寧小食就算喺潮汕美食裏邊，亦都唔會被淹沒。更絕嘅係，幾乎每樣食物都有唔同嘅蘸醬搭配。其中最出名嘅要數以產地命名嘅普寧豆醬。傳統潮菜豆醬焗雞，用普寧豆醬整雞醃製之後，再瓦煲燜焗，鮮香可口。醬香焗蟹亦都有異曲同工之妙。豆醬突顯咗蟹嘅鮮味，將豆粒研壓成泥，混合生薑等製成豆醬薑，用嚟煮魚更係滋味一流。普寧豆醬係各種醬香菜式嘅基礎配料，潮菜嘅點睛之筆。而製作呢一種美味嘅傳統作坊，依然仲散落喺各處鄉間。穿行喺呢一個普寧最大嘅莊氏村落裏邊送貨，係莊玉水嘅日常生活之一。我們都在本村做，沒有走出去，因為豆醬是我們本地人天天都會吃的東西，要保持新鮮，一般都是一些左鄰右里過來打。莊玉水經營住村裏邊唯一一家豆醬作坊，爸爸莊宋雄有時都會幫手。我們歷史就比較久了，因為是我從我祖爺到我這裡對4代了，4代應該有100多年了。將去皮嘅黃豆浸泡半個鐘頭就可以蒸豆啦。為咗將黃豆徹底蒸熟，必須分批倒入去，成個過程要2個鐘頭。呢啲熟透咗嘅黃豆，經過降溫同晾乾水分，就要進入最關鍵嘅一步。咁咧25斤米粉，夾翻咗去控蒸。佢哋將米曲霉菌同黃豆一齊均勻搓揉，令到每一粒黃豆都可以沾滿菌種。跟住落嚟，將裝滿黃豆嘅竹筲箕送去發酵房嗰度培養。那個起筋要培植得好，如果培植不好的話，它比較衰弱的話，溫度過高了，它會糜爛；溫度過低，太久的話，它其他細菌就會滲入。呢度工序好關鍵嘅，稍有紕漏，黃豆就用唔到噶啦。我現在每個晚上會起來幾次，小時候呢也是看我爸爸這樣子起來看一下，現在輪到自己也是這樣子了。從用溫度計測溫到而家，熟練用體溫同嗅覺嚟到判斷黃豆發酵嘅程度，莊玉水用咗12年。4日之後，經過莊玉水無數次翻看嘅黃豆，終於發酵好啦。黐住喺黃豆上面嘅曲菌，茁壯成長，從白色變成綠色。莊玉水將結塊嘅黃豆打散，再一次撈勻。將發酵過嘅黃豆倒入去陶缸裏邊，注滿水，再泡發半日。最後加入一定比例嘅鹽，一齊攪拌均勻，令到黃豆再次發酵。都是每天要攪拌2次，要不然它上下層的話，它就會分層，可能會下面有一層豆子，上面就橙色豌豆。除咗攪拌，莊玉水堅持用傳統嘅陶缸發酵黃豆，
因為佢保溫得更耐。終於有一批豆醬可以出缸啦！莊玉水叫阿爸試試。爸，好食，呢個。遲啲啊！好食，好食，好食。經過長達3個月嘅天然照曬之後，豆醬變咗金黃色，已經有隱隱嘅醬香。莊玉水終於可以進行最後一道工序——煮醬。可能它的醬的話，它會更碎一點，然後顏色的話會黑一點，這樣子。但是普寧豆醬的話，橙黃是比較好看，它的那個發酵周期但沒那麼長，所以的話味道更鮮甜一點。新出嘅豆醬當然要自己先試下。普寧豆醬係魚類嘅絕配，煎至金黃嘅紅衫魚，鋪上薄薄嘅一層，去腥提鮮。一紮當地產嘅通心菜，撒一羹普寧豆醬，再都唔需要其他調味料，就已經香氣撲鼻。普寧豆醬除咗鮮，仔細咀嚼仲可以食出一絲黃豆本身嘅甜味。正如平凡嘅日子，因為堅持而變得有滋有味。